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今天来聊聊毛利率。大家都以为毛利率越高越好，这到底是资本骗局的玩笑，还是内涵不可思议的玄妙？背后的逻辑到底好不好？用来作为投资判断依据，到底可不可靠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，到底为什么毛利率那么重要。举例而言，小城果汁店在大都市和乡下分别开一间分店，一杯果汁同样都卖100元，所以销货收入就是100元。在每天可以卖100杯的前提下，假设每一杯的利润都是30元，也就是说成本总和都是70元。由于城市的员工工资较高，店租成本较高，每一杯饮料摊提的营业成本是50元。为了应对高营业成本，城市饮料店使用化学药剂调色、调配味道，大幅压低成本，所以每一杯饮料使用的原料成本是20元。那每一杯饮料的销货成本也就是20元，两者之和总成本就是70元。在乡下工资和店租比较便宜，摊销下来每一杯饮料的成本是20元，也就是说每一杯饮料的营业成本是20元，所以乡下饮料店就可以采用比较好的原料。假设每一杯饮料的原料成本是50元，所以每一杯饮料的销货成本是50元，两者之和总成本就是70元。利润率的计算非常简单，就是用总收入减去销货成本，再减去营业成本，最后除以销货收入。也就是说，用总收入减去总成本，再除以总收入。所以不管哪一间果汁店，利润率都是 0.3。在会计上，销货收入减去销货成本，再除以销货收入，就是毛利率。以我们的例子而言，城市果汁店的毛利率是 0.8， 乡下果汁店的毛利率只有 0.5。就算利润率都一样，但是毛利率还是可以差异巨大。假设今天饮料店的生意不好，原本可以卖100杯的饮料店变成只能卖50杯，这样一来，每一杯饮料摊提的人事成本、租金成本就要翻倍。城市果汁店的营业成本每一杯从50块变成100块，但是销货成本依然是20块，所以总成本变成120块，而每一杯果汁的价格依然是100块，所以毛利率不变，一样是 0.8。但是净利率从 0.3 变成负 0.2。 乡下果汁店的营业成本从每一杯果汁20块变成40块，原料成本依然是50块，而每一杯果汁还是卖100块，所以毛利率不变，一样是 0.5。 但是净利率从 0.3 变成 0.1。 另一种情况，如果今天饮料店生意很好，原本卖100杯的饮料店变成可以卖200杯，这样一来，每一杯饮料需要摊提的人事租金成本就可以减半。城市果汁店的营业成本从50块变成25块，原料成本依然是20块，而每一杯果汁还是卖100块，所以毛利率不变，一样是 0.8。 利润率从 0.3 变成 0.55， 出现大幅增长。乡下果汁店的营业成本从20块变成10块，原料成本依然是50块，每一杯果汁还是卖100块，所以毛利率不变，一样是 0.6。 但是净利率从 0.3 变成 0.4， 虽然赚的钱变多了，但是增长比较有限。可以发现，毛利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反映公司的收入与变动成本的关系。当高毛利率的情况下，更有利于公司的市场份额增长，能够更简单的把蛋糕做大。由于科技业的特殊性，容易形成垄断和赢家通吃的局面。例如，网飞服务人数增加1万人，成本几乎不变，但是利润却有显著的增长，这就是高毛利率的好处，意味着利润增长可期。在大环境良好的情况下，低毛利率的公司竞争力会远远不如高毛利率的公司，自然就会被市场淘汰了。但是当大环境不好的时候，高毛利率的公司也会更危险，这一点常被投资人忽略。以上是纯理论的情况下，在投资的实务上并不是这样的。
在财报分析这门学问开始萌芽的时候，关注毛利率确实能够找出成长潜力更高的公司，但是公司管理层知道投资人关注的数据后，就会采用一些手段来美化数据。今天我要介绍最简单美化数据的手法，就是把一部分的销货成本计入营业成本，从财务报表上来看，毛利率就会提高。举例而言，随着果汁销货数量的增长，城市果汁店的财报变化如上图，乡下果汁店的财务状况如下图。借由这个试算表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，不管销货数量多高，毛利率始终不变，但随着销货量增加，每一杯果汁分担的人事成本、租金费用也就下降了，所以整体的利润就会更高。我们将果汁店的销货收入和利润率做图，再把这些点回归后，我们可以得到斜率大约是9乘以10的负6次方。将乡下果汁店的销货收入和利润率做图，并且将图中的点回归后，我们可以得到回归直线的斜率大约是4乘以10的负6次方。比较这两个图，可以看出乡下果汁店的斜率明显比较低，这也确实符合我们的直觉。高毛利率在高增长时会更有利，所以在高增长的时候，城市果汁店的利润率会提升得更快。乡下果汁店原本的财务状况如上图，经过我的一番操作之后，偷偷将一部分成本当作费用计入，就可以将果汁店的财报美化，如下图，创造出高毛利率的假象，从财报中完全看不出猫腻。这个方式的缺点是利润率不会改变，只有在公司营收出现高增长，利润率随之增长的时候，那毛利率才是真的高，否则这个财报一定有问题。同时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，随着公司的业绩增长，利润率会越来越接近毛利率，但是永远无法超越毛利率。以台积电为例，台积电的销货收入、毛利、利润都可以从公开资讯中查到。将这些数字整理一下，再把收入设为 X 轴，利润率设为 Y 轴，就可以描绘出台积电利润率随营收变化的关系。以这个方式，我做了一个台塑的利润率与收入的关系图。选择台塑的原因是，有人告诉我他非常看好这间公司，但是自己看不懂财报这些东西，问问我的意见。刚好台塑这间公司作为没有压力、没有美化财报需求的办公家单位，非常适合拿来当作参照物。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台塑的营收大致跟台积电是同一个量级，但是毛利率的差异巨大。台塑的毛利率大约只有 15%， 而台积电号称拥有 50% 以上的毛利率。从利润率随营收的变化关系图来看，可以明显看出两者的斜率竟然差了100倍，结果竟然是毛利率更低的台塑，利润率反而有随着营收显著成长。相较之下，我们可以合理推断，台积电100%有美化财报。当然，美化财报本身并不构成犯罪，就像你去面试工作的时候，履历上会尽量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。台积电也不过是用合法的会计手段，给投资人一个想象的空间。最后肯定有细心的朋友发现了，前面提过利润率的上限就是毛利率，所以毛利率永远会高于利润率，而利润率很接近毛利率的时候，利润率随着营收的成长的幅度就会越来越收敛。也就是说，在利润率高达 40% 的情况下，台积电是不是至少有 40% 左右的毛利率呢？这样听起来非常不错啊。由于篇幅有限，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下个视频再讨论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趣的话，拜托各位帮我点赞订阅，让我知道你喜欢这样的影片，我才会继续更新。我是小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